恶魔果实开发可以分为5层境界，比觉醒更稀有的方式就在草帽团。第1层果实浪费，都说恶魔果实没有强弱之分，能否获得强大的战斗力，主要看能力者对果实的开发。有一些人吃了神级果实，也不能获得很强的战斗力。大蛇将军吃了比自然系还稀有的幻兽种8期大蛇果实，除了让自己获得9条命外，对战斗力没有任何提升，妥妥的浪费了神级果实。第2层普通开发，大多数能力者吃下恶魔果实，只能发挥果实本身的力量，不能达到更高的层级。莫奈吃了自然系雪果实，没有获得毁天灭地的力量，在冰火岛被索隆一刀秒杀。反观他的上级洞果实，让青雉拥有了大将级别的实力，在顶上战争冰封白胡子制造的巨大海啸，还有卡里布也没能开发好沼泽果实，战力提升很不明显。出场至今不是挨打，就是在挨打的路上。第3层神级开发，有一些人可以将看似普通的恶魔果实开发出神级效果。暴君熊所吃的肉球果实，听名字好像很垃圾，却能弹开任何攻击，甚至连人体内的伤病也能弹出来，让奄奄一息的路飞瞬间变成精神小伙。还有多弗朗明哥的线线果实，不仅能切断任何物体，还能让自己在空中飞行，就连内脏被损坏后也能利用线缝补起来。大招鸟笼堪称无敌技能，就连大将藤壶也不能斩断。第4层觉醒状态，一旦恶魔果实被开发到觉醒状态，就能让能力者的实力发生质变。路飞在鬼岛屋顶觉醒幻兽种米卡果实，获得了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让凯多都羡慕不已。说出果实并不重要，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不过被动觉醒就很垃圾。推进城的几个狱卒兽在萨蒂的训练下觉醒，除了增加力量和恢复力外，还丧失了语言能力，给人一种傻乎乎的感觉，战斗力提升也不明显。第5层果实暴走，在海贼王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乔巴吃的人果实老百姓形态。暴走状态下的乔巴会变成怪兽，获得强大实力的同时也会失去意识。经过乔巴的改善之后，已经能控制暴走形态。逃离蛋糕岛的时候，乔巴徒手挡住四皇大妈的斩击，又在鬼岛对战百兽海贼团，一巴掌拍在奎因脸上。不愧是拿着100的赏金打几十亿架的老百姓。你知道佩罗娜的生父是谁吗？他与索隆的关系不只有爱情。佩罗娜在恐怖3维帆船初次登场，身份是莫利亚海贼团的3怪人之一，扎着粉色双马尾辫，头戴皇冠，妥妥的可爱萝莉。那时的霸气设定还不完善，佩罗娜的幽灵果实简直就是 bug， 制造出来的消极幽灵简直无敌，把草帽团的3大主力按在地上摩擦。如果不是碰到更加消极的乌索普，路飞的脑袋铁定会被莫利亚拿走。后来暴君熊来到恐怖3维帆船，向莫利亚传达黑胡子当七武海的消息。刚刚见到佩罗娜就问了一句：“你最想去旅游的地方是哪里？”佩罗娜很认真的想了半天，然后一脸期待的把目的地说了出来，结果就被大熊一巴掌拍飞，来到世界最强剑豪鹰眼的驻地克拉伊喀奈岛。后来索隆在香波地群岛被黄猿玩虐，也被大熊拍到鹰眼的驻地，见到曾经的敌人。佩罗娜不计前嫌，给索隆进行了紧急治疗，守在昏迷的索隆身边，一整夜没有睡觉。那应该就是爱情了吧。后来鹰眼回到克拉伊喀奈岛，把路飞失去兄长的事情告知索隆，为了变得更加强大，索隆主动下跪拜师，祈求对方传授自己剑术。佩罗娜就这样陪着2大剑豪，在克拉伊喀奈岛度过了2年的美好时光。护送索隆从香波地群岛重新起航后，佩罗娜与鹰眼过起了2人世界。鹰眼放下黑刀叶，拿起菜刀当厨师，佩罗娜负责制作下午茶的点心。就在世界会议期间，佩罗娜从报纸上得知莫利亚还活着的消息。尾田曾在 SBS 中说过，佩罗娜是莫利亚捡来的孤儿，一直把他当作父亲。于是佩罗娜决定从鹰眼身边离开，去黑胡子的地盘蜂巢岛寻找莫利亚。后来卡普带着 Sword 去蜂巢岛救科比，一拳银河冲击毁掉半个城镇，为了救科比却遭到溪流的暗算重伤，最终被青雉等人击败后下落不明。有不少海米推测卡普并没有丧命，很可能被莫利亚和佩罗娜救走了，就像当年多弗朗明哥铲除莫利亚一样，莫名其妙的从眼前消失。佩罗娜的身世一直没有公开，我们只知道她是莫利亚捡来的孤儿。回顾莫利亚的往事，曾经去和之国挑战凯多，战败后所有同伴被杀，盗走龙马的尸体和黑刀秋水，来到恐怖3维帆船用僵尸组建海贼团。当时的和之国民不聊生，佩罗娜很有可能是莫利亚在那时捡到的。索隆流淌着双月家族的血液，难道他与佩罗娜还有一些关系吗？一场战斗测出索隆和山治的实力差距，现在2个人的战斗力完全不在同一级别。自从草帽团成立开始，海米们就在讨论山治和索隆谁更强。尾田曾公开表示过，他2人是路飞的左右手，战斗力也是旗鼓相当。不过再从索隆和山治的对手来看，索隆的战斗力要占据一些上风。对战老沙的巴洛克工作设时，山治的对手是敌方的第3战力小冯，索隆的对手是达兹波尼斯，是战斗力仅次于老沙的2号人物。还有去司法岛救罗宾，索隆的对手卡库比山治的对手加布拉更强一些。经过2年的修炼，索隆的实力深不见底，山治则被调侃战斗力太拉胯。对战身为中将的维尔哥，武装色强度不如对方，留下小腿骨裂的污点，还有与多弗朗明哥交手被吊打，
如果不是罗辑士赶到，山治必定会惨败。反观索隆的战绩可谓强无敌，对战明哥的手下皮卡可以说是绝对秒杀。与海军大将藤虎交手，虽然被打到嘴角流血，实力也得到了藤虎的认可。进入和之国后，索隆的表现依旧亮眼，轻松干掉同为超新星的基拉，又将黑刀秋水归还给和之国，换来妖刀研磨，武装色霸气得到很大提升。遇到赏金3亿5千万的超新星阿普，稍微认真战斗就能将其秒杀。去鬼岛屋顶对战2位四皇，索隆以血肉之躯挡下最强合体技能霸海，又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给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腹部留下一道伤疤。后来与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进战斗，前期索隆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觉醒霸王色霸气之后，索隆斩断尽的一条翅膀，成功登基地狱之王。山治对战异灾奎因时觉醒血统因子，速度、力量和身体强度得到全面提升，击败赏金13亿2千万倍利的异灾奎因，也被海米送上了魔神的称号。可惜山治并没有觉醒霸王色霸气，相比索隆的战斗力还是有一定差距。不过尾田在漫画的彩页中给出暗示，表明索隆和山治的实力依旧相差不大。目前草帽团正在弹头岛冒险，索隆的对手是 CP0 的陆奇，场面上并没落下风。山治见到波尼有危险，主动攻击五老星萨坦圣，结果被对方弹飞后受伤。萨坦圣拥有恶魔果实觉醒能力以及霸王色霸气，战斗力应该在四皇级别。山治与萨坦圣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大，也能表明他距离四皇还有很大距离。索隆与最顶尖的四皇凯多交战，虽然战败，也给对方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通过对战四皇级强者的结果来看，山治与索隆的战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暴君雄的战斗力再次得到提升，经历过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战斗力妥妥的能超越海军大将。在所有七武海之中，暴君雄对恶魔果实的开发最完美，将一颗看似卖萌的超人系果实开发出不输自然系的破坏力，而且还具备不输闪闪果实的移动速度，以及让人瞬间恢复的治疗能力。别看暴君雄只有2亿9600万的赏金，战斗力绝对不输任何四皇副手。当年奉命去恐怖三滚帆船找莫利亚，传达黑胡子成为七武海的消息，调侃莫利亚会被草帽一虎击败，气得莫利亚咬牙切齿，却不敢还手战斗。而且莫利亚也强调很清楚暴君雄的能力，也是认定战斗力不如对方。后来奉命剿灭草帽一虎，打得索隆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用自己的命救路飞。元帅战国得知暴君雄让草帽团逃走，立马表现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不敢相信凭借暴君雄的战斗力，居然没能干掉草帽团中的任何一人。得知黄猿在香波地群岛对战草帽团，暴君雄主动介入黄猿与雷利的战斗，可见在暴君雄看来，即便对手是雷利和大将，也有足够的自信面对他们。当黄猿让他给一个交代的时候，暴君雄完全没给面子，直接对了黄猿一顿。身为海军大将的黄猿居然没敢动手，也表明出他不具备击败暴君雄的实力。在顶上战争，暴君雄的表现并不错，只是用一招雄之冲击将巨人奥兹击败。与老同事伊万科夫的战斗也很短暂，从场面上看战斗力不在小伊万以下。世界会议期间，暴君雄失去所有意识成为奴隶，被萨博和3位军队长成功救援。不过他并没有留在革命中的基地，而是一个人重新回到圣地玛丽乔丹。赤犬得知此事后，选择亲自出马，直接来了一招明狗将暴君雄打成伤。随后赤犬评价大雄是非常危险的野兽，可见他也非常认可暴君雄的实力。在最新的海贼王漫画1095话中，暴君雄的回忆中有38年前神之谷大战的场景，那时的大雄还是个孩子，因为来自于巴卡尼亚一族，拥有巨人族的血液，被天龙人抓捕作为强悍的奴隶，参加每3年才会举办一次的人类狩猎游戏。年轻的神之骑士团司令官加林胜也来，天龙人希望他能成为最终的冠军，却遇到了洛克斯海贼团的攻击。加林胜在那场战斗中的表现非常优异，就在那时暴君雄遇到了伊万科夫，趁着神之谷的混乱之际逃走了。当时萨坦圣得知此事后，强调不应该让强大的巴卡尼亚人逃走。直到现在，萨坦圣去了弹头岛，依旧对波尼提起巴卡尼亚一族的强大基因，可见在他看来，巴卡尼亚的强大力量对于天龙人来说也是潜在威胁。暴君雄至今还没有展示巴卡尼亚一族的特点，结合上开发到几乎完美的肉球果实，真正的战斗力很可能会接近四皇。也难怪当年黄猿不敢与之战斗。香克斯透露白胡子的真实战斗力已经不配拥有世界最强男人的称号，与前海贼王罗杰有着相同的弱点。白胡子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赏金高达50亿4600万倍利，拥有能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也是罗杰死后最接近海贼王的人。当年白胡子在无名小岛遇到罗杰海贼团，双方爆发了大规模战斗，白胡子与罗杰大战3天3夜未分胜负，可见两人的实力属于同一水平。吴老星对白胡子的实力非常忌惮，得知他与香克斯见面非常紧张，认为香克斯和白胡子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拥有让世界格局发生改变的实力。香克斯1岁的时候就在罗杰船上，对白胡子真正的战斗力也很清楚。为了不让艾斯去追杀得到暗暗果实的黑胡子，独自一人登上莫比迪克号，面对白胡子一点也没有示弱，拿出佩刀格里芬与丛云切进行战斗。可见在香克斯的心目中，白胡子虽然很强，自己也完全不会弱于对方。顶上战争刚刚开打的时候，战国就让手下10万精锐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即便人数上占据优势，一旦大意也会战败，因为对手是最强的白胡子。卡普与战国的态度一样，一再告诫手下的人，
白胡子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鹰眼和白胡子一样都拥有最强称号，可是鹰眼却认为实力相比对方差很多。相比大将黄猿和青雉，赤犬很认可白胡子的强大，前期不敢主动参战，靠着使用奸计策反斯库亚德，让白胡子的身体被刺穿后才敢与之战斗。赤犬虽然嘴上调侃白胡子不重用，行动上却认定自己打不赢对方。见到艾斯丧命后的白胡子特别愤怒，用出最后的力量狠狠揍了赤犬一顿。假如是年轻没有伤病的白胡子去马林范多，赤犬的脑袋必定留不到战争结束。凯多和白胡子都曾是洛克斯的成员，双方的战斗力强弱也应该很清楚。对战路飞的时候，凯多也强调说，白胡子是能与他生死决斗的强者。不过凯多认为白胡子和罗杰都很幼稚，没有称霸世界的决心。巴雷特的梦想是击败罗杰，得知罗杰身患绝症后，他决定成为世界最强，对白胡子的战斗力也很认可，评价白胡子是拥有怪力的老头。不过巴雷特还强调白胡子和罗杰一样，都有把同伴看得非常重要的缺点，这也导致白胡子带领所有人去救艾斯，才在海军基地马林范多丢掉性命。不管是香克斯还是巴雷特，他们眼中的老年白胡子都不算世界最强男人了。黑胡子公开龙的真实战斗力远在四皇之上，也难怪赤犬执意要在马林范多干掉路飞。自从在罗格镇操控风雨雷电救路飞，龙至今都没有展示过实力。作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他的战斗力到底有没有四皇级别呢？伊万科夫是革命军最早的干部，对龙的实力强弱一定非常清楚。看到龙面朝着东海的方向眺望，直接来了一句：“这就是野兽归巢的本能。”可见在老下属伊万科夫的心目中，龙的强大如同凶猛的野兽一般。得知路飞是龙的儿子后，也认同他的强大恢复力是来自龙的基因。卡普对自己儿子的实力也应该很清楚，公开路飞身世的时候却很平淡，一边扣着鼻屎一边说龙是那家伙，已经认可大儿子是不得了的强者。听到龙是路飞的老爸后，草帽团除了路飞以外，所有人都非常震惊。山治和娜美一直强调龙的强大，同时还指责路飞居然有如此强悍的老爸。罗宾则告诉路飞，即便是强如四皇，也没有与海军抗衡的战力，但龙率领的革命军敢于挑战世界政府，他们的力量绝对不在四皇团之下。多弗朗明哥一直是地下世界的王，对各方势力的战力都很清楚。他在评价世界格局的时候强调，革命军和四皇一样有抢夺王座的实力。在顶上战争的时候，从赤犬对路飞的态度也能反映出龙是顶级强者。见到路飞带着越狱小分队从天而降，所有人都在感叹草帽小子不得了，只有赤犬一个人强调路飞是龙的儿子，与艾斯一样必须在马林范多干掉。可见在赤犬看来，龙的强大和罗杰一样，他们的后代绝不能存活于世。被白胡子暴揍一顿，跌入裂缝之中，差点丧命的赤犬也没有放弃追杀路飞，拖着重伤的身体，面对白胡子海贼团全部对抗，也要将路飞的脑袋留下。如果不是香克斯带着红发团来到马林范多，赤犬绝对不会让路飞逃走。黑胡子得到阵阵果实后自称最强，继任白胡子成为4位海上皇帝之一。得知巴沙斯被萨博打成重伤后，无意间发现革命军的大本营，却没有第一时间去救人，而是在通知海军之后才敢带人前往白土之地。可见黑胡子也很忌惮龙的实力，即便是手持2颗恶魔果实也未必能获胜。不过龙也有畏惧的强者，得知神之骑士团出动后，也露出了一脸惊慌。现在想想当初赤犬执意干掉路飞，对海军是多么正确的决定。伊姆手下最强的战力输出公开，吴老星吃了幻兽种也只能排第2。CP 组织看似很强，战斗力却垫底。伊姆之所以能统治世界800年，离不开手下强大的战斗力团队。CP 组织是伊姆的谍报部门，除了搞情报，还要负责保护天龙人。一度认为 CP 组织能比肩四皇团，不过 CP0 的战斗表现太让人失望。在鬼岛战争中，2位 CP0 联手攻击一藏，结果还被对方反杀一人。塔库从 CP9 晋升为 CP0 之后，也掌握了果实觉醒，结果被索隆吊打。还有陆奇也是 CP0 中的顶级强者。面对武当状态下的路飞被玩灭，自从赤犬晋升为元帅之后，海军的整体战力大大提升，可以单独面对四皇，而且海军人数众多，即便是年轻的白胡子也不愿意与海军展开鏖战。不过现在海军的顶级强者在变少，青雉辞去大将加入黑胡子海贼团，战国选择退休负责教育海军新人，卡普也在蜂巢岛战败下落不明。新来的2位大将藤虎和绿牛都说有怪物水准，战斗表现却非常一般。绿牛还没见到香克斯的面就被吓跑，对战巨人茉莉手掌被刺穿处于劣势。还有现在的海军中将，虽然人数众多，面对顶级强者可以说不堪一击。神之骑士团是仅次于吴老星的存在，只有在遇到重大事件时才会出动。他们的首领叫费加兰杜格林古圣，是曾经参加神之谷大战的王者。其他成员暂且还没有展示实力，能作为天龙人的护卫必定都是强者。多拉格对神之骑士团也非常忌惮，强调他们出动代表真正的战争开始。吴老星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地位仅次于伊姆大人。5个老头都有着武神称号，而且都是某种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力者。其中科学防卫武神叫萨坦圣，已经在弹头岛事件中展示过实力，他的恶魔果实已经达到觉醒境界，实力不强的人甚至会被他用眼神爆头。
而且萨坦圣还拥有霸王色霸气，不出意外，吴老星都应该是顶级强者。不管是海军还是吴老星，相比贝加庞克的武器来说，都不算最强输出。先不讨论贝加庞克制造的普通武器，就和平主义者都能超过一般的强者。当年在香波地群岛，草帽团的3大主力联手，才勉强干掉一个和平主义者。世界会议过后，赤天使登场，他们的战斗完全不在真正的七武海之下。黑胡子与赤天使鹰眼有过交战，也因对方强大的战斗力感到震惊。还有 CP0 的卡库，拥有动物系觉醒能力，对战赤天使被打成重伤。在贝加庞克制造的所有武器之中，圣母烈焰算得上伊姆的最强底牌，它的破坏力不输任何一件远古兵器，仅仅用一次攻击就能毁灭一座岛屿。萨坦圣亲自去弹头岛，目的就是夺取制造圣母烈焰的材料母火种。萨坦圣展示霸王色的最强用法，所谓的物理伤害比霸禅攻击强太多。作为100万分之一的王者资质，霸王色在前期一直被诟病太弱，除了清理一些实力不强的弱者，对战斗力的提升并不是很明显。路飞去马林饭多救艾斯，在绝境之下释放霸王色，也只是震晕小兵。不过凯多在鬼岛屋顶对战路飞，展示出霸王色霸气的最顶尖用法，像武装色霸气一起包裹在物体上，不用接触敌人也能造成巨大伤害。同时凯多也强调，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强者才能掌握这项顶级能力。罗杰和白胡子都会霸王色缠绕攻击，两人招式对轰有毁天灭地的效果。英雄卡普被称为最强海兵，一拳霸禅攻击能轻松摧毁一座城镇。夏洛特00一度被认为是最弱四皇，也能用霸禅攻击秒杀飞6包佩吉万。香克斯被誉为霸王色最强的男人，一招神臂能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路飞在凯多的狼牙棒调教下，也掌握了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随后又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才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登基海上皇帝。不过路飞在弹头岛对战 CP0 的陆奇，使用尼卡果实觉醒轻松吊打对方。对战海军大将黄猿时，表现的稍微有些吃力，最终还是将黄猿一拳爆头。不过有一点很是奇怪，这2场战斗路飞都没有使用霸王色缠绕攻击。据说霸王色还有一种用法，就是能像体术和刀剑一样造成物理伤害。当年香克斯一个人登上莫比尼克号，去找白胡子商讨召回艾斯的事情，释放出超强的霸王色震晕小兵，也将白胡子海贼船的船板震裂。鬼岛战争完结后，香克斯带领红发海贼团来到和之国的近海，察觉到大将绿牛准备对路飞出手，立马释放霸王色霸气将其身体麻痹。从震裂船板和吓退绿牛来看，香克斯应该能用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在海贼王漫画1094话中，五老星之一的萨坦圣使用恶魔果实觉醒能力，同时周围出现大量的黑色闪电，不出意外也是霸王色霸气拥有者。一个普通的海军士兵与萨坦圣对视，脑袋随即爆炸，丢掉性命。目前还不清楚萨坦圣使用的是什么攻击，不过有2种比较合理的推测，一种是他的恶魔果实具有特殊能力，但凡看到他眼睛的人都会被攻击；另一种就是萨坦圣拥有超强的霸王色，能造成物理伤害，从敌人内部攻击。从海军下令让准将以下的士兵不能对视萨坦圣，也能证明这种说法。当下黄猿已经被路飞一拳爆头，萨坦圣参战将会展示出真正的实力。赤犬透露出萨博真正的战斗力不比任何海军大将弱，难怪当年黄猿被他一招火拳打到认怂。自从萨博吃下烧烧果实后，海女们就在争论他有没有超越大将。为了让路飞安心对战多弗朗明哥，萨博一个人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中将巴斯提尤不算弱者，佩刀斩蛟也是名刀，能轻松劈开一栋城堡，主动站出来阻挡萨博却被虐了一顿，头盔被捏碎，差点丢掉小命。萨博能秒杀巴斯提尤主要依靠霸气和体术，并不是烧烧果实的能力。对战大将藤虎从场面上看算5-5开，萨博却表现得有一些吃力，同时强调没有熟练掌握烧烧果实，可见当时他的实力还比不过海军大将。后来与黑胡子的第一船长巴沙斯战斗，萨博对烧烧果实的使用有了提升，将霸气与果实能力结合，开发出招式火焰龙王，将巴沙斯狠狠虐了一顿。这时萨博的赏金也才6亿200万贝利，相比4皇团2把手还有不小的差距。世界会议期间，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潜入圣地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见到暴君熊失去自我意识，成为奴隶，萨博决定必须救走曾经的同伴。在解救暴君熊和天龙人的奴隶时，萨博等人暴露身份，与2位大将交战。巨人茉莉的对手是绿牛，用3叉戟刺穿绿牛的手掌，场面上占据优势。乌鸦与藤虎爆发战斗，事后藤虎的脑袋缠着绷带，应该没打赢乌鸦。萨博并没有参与释放奴隶的战斗，而是偷听寇布拉与伊姆的对话。行踪暴露之后，吴老星和伊姆同时开启果实能力，一招将萨博打成重伤。好在有寇布拉舍弃性命的掩护，才让萨博保住性命，从玛丽乔亚逃走。事后萨博被世人称为炎帝，从名气上看很霸气，并不能体现战斗力很强。赤犬得知此事后，指责藤虎和绿牛实力弱，让革命军的队长们逃走。从赤犬愤怒的态度来看，也是认为萨博等人的实力并不比海军大将差。在剧场版黄金城中，萨博为了保证路飞能顺利击败黄金地太佐洛，一个人挡住陆奇率领的10艘军舰。从战局上看，萨博的实力并不比陆奇差。当时的陆奇已经拥有果实觉醒能力，萨博能抗衡他实力绝对有大将级。还有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黄猿甩出8尺琼勾玉攻击路飞等超新星，就在路飞等人不知所措的时候，萨博甩出一记火拳挡住所有光粒子。
黄猿见到萨博出手有点忌惮，也不敢再次对超新星们发动攻击。如果萨博拥有100,000,000%的霸王色，结合烧烧果实，应该有4皇水准吧？你知道洛克斯的残党为了让路飞当海贼王有多拼吗？3人直接送上孩子，还有1人干倒 CP0 的陆琪。当年在洛克斯海贼团的时候，大妈告诉凯多自己会成为海贼王，可是在遇到路飞后，大妈变了，成为草帽团名誉上的船员，送儿子卡塔库利当陪练，将路飞的见闻色提升到预见未来的等级。不仅送上红色路标历史正文，还将雷云宙斯送给娜美提升战斗力，还有布林和七风2个女儿，也为帮助路飞与自己的老妈为敌，去和之国前，大妈告诉凯多，2人合作复活洛克斯，取下路飞的脑袋。进入和之国后，大妈彻底变了，去兔婉监狱救路飞，把奎因狠狠揍了一顿。鬼岛战争爆发之后，大妈一群霸王色缠绕攻击，干掉飞6包佩吉万，又使出一招霍米兹组合技能明光炮，将飞6包沃尔提打成重伤。被基德和罗击败后，大妈带走火前方和炮弹，拯救草帽团和武士联盟。路飞去顶上战争救大哥艾斯，得到过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的认可，特意告诉一番队长马尔科，必须保证路飞能活着离开马林范多。大将亲自用冰刀刺穿路飞胳膊，小马哥飞过来一脚将亲自踹飞。艾斯和白胡子丧命之后，马尔科与队长们对抗赤犬，才保住路飞一条命。草帽团去和之国打百兽海贼团，马尔科和乙藏都起到关键性作用。为了保护罗宾的安危，乙藏对战2位 CP0 成员，为此也丢掉了性命。马尔科则化身超级辅助，拖住过4皇大妈，让他不要去鬼岛屋顶，一个人单挑进和奎因2位大看板，护送索隆去对战最强生物凯多。从凯老师的称呼就能知道，凯多对路飞称王的帮助有多大。一棒雷鸣八卦送路飞去兔婉监狱，拜师暴五郎掌握武装色流音用法，随后来一棒降3世隐奈落，帮助路飞掌握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最后又是一记狼牙棒帮助路飞觉醒，掌握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路飞能够变身太阳神妮卡，凯多老师的功劳绝对得排在第1位。除此之外，凯多还送上了女儿大和，不仅为路飞对抗自己的父亲。当凯多被击败后，大和居然是最开心的人，抛弃老爸却抱住了路飞。Miss 巴金也是洛克斯的成员，用他基因克隆的斯图西对路飞帮助很大。在弹头岛，斯图西为了保护贝加庞克，直接将 CP0 的陆琪打倒在地。约翰船长死后留下的藏宝图，不仅一次救过路飞的命，去海底监狱救艾斯。路飞把约翰宝藏送给巴基，换来一个可靠的保镖。在顶上战争躲过赤犬的岩浆拳头，还躲过大将黄猿镭射光线的偷袭，将奄奄一息的路飞送到罗的手中，可谓是拯救路飞的最大功臣之一。如果红发真是洛克斯的孩子，路飞能当海贼王真是全靠洛克斯海贼团了。盘点6个已经重生的恶魔果实，成就3皇一帝。不过有2个神级能力惨遭浪费。第一个是超人系阵阵果实，上任能力者是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当初去马林范多救艾斯，白胡子展示过毁灭世界的力量，就连英雄卡普也感到畏惧，让手下的海军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拖着重伤的身体暴揍赤犬一顿，差点让赤犬跌入大海丧命。白胡子死后，黑胡子得到阵阵果实，立马就叫嚣自己是最强男人。黑胡子显然是在吹牛逼，被变成大佛形态的战国一巴掌拍吐血。还有面对香克斯的红发海贼团，他也不敢应战，带着手下乖乖离开。黑胡子对阵阵果实的开发并不好，没有达到白胡子毁天灭地的高度，对战赏金只有30亿的罗，只用阵阵果实战斗被狠狠揍了一顿。第2个超人系魂魂果实，第1任能力者是莫罗修女，她没能用魂魂果实提升战斗力，最终被爆发事实症的玲玲吃掉。大妈利用魂魂果实带来的力量，一步步成为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不仅可以利用灵魂创造霍米兹战斗，还能利用寿命进行治疗和提升实力。可惜的是没能将魂魂果实觉醒，被罗和基德联手打败，跌入岩浆中丧命。第3个是透明果实，对战斗力的提升不大，却能完成很多人的梦想。第1任能力者是阿布萨罗姆，靠着透明果实差点将娜美占为己有。溪流得到透明果实后，除了搞隐身偷袭，也没开发出特别的用处。如果透明果实不能让见闻色失效，溪流与索隆的最终决战必定会惨败。第4个是烧烧果实，上一任能力者是艾斯，对果实开发堪称完美，不仅有单体爆发和远程输出技能，还有很不错的群攻 AoE 技能。可能是艾斯太依赖烧烧果实的强大力量，才导致他丧命岩浆拳头之下。萨博是烧烧果实的第2任能力者，将霸气与果实的结合非常完美。对战黑胡子海贼团第1船长阿沙斯，几乎以秒杀的方式获得胜利，与大将藤虎战斗，从场面上看也是5-5开，实力绝对有大将级别。世界会议期间，萨博从五老星和伊姆手中逃走，也被世人称为炎帝。第5个是超人系屏障果实，第1任能力者是黑炭蝉丸，出场次数不算多，制造出来的屏障连光月玉田都无法攻破。第2任能力者是巴托洛米奥，靠着屏障果实拥有堪称无敌的防御，即便是能打伤4皇的王者之拳，也不能攻破小巴托的屏障防御。只可惜这2人都浪费了屏障果实，没能开发出很强的攻击招式。第6个是超人系模仿果实，上一任能力者是黑炭木蝉，靠着模仿能力杀害光月寿喜烧，帮助黑炭大蛇成为和之国将军。现在是小冯吃了模仿果实，目前正在推进城的人妖乐园享受。不管是小冯还是黑炭木蝉，都是模仿外表，并没有拥有被模仿人的实力。如果能模仿顶级强者的攻击招式，模仿果实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让两位拥有最强称号的四皇祭赶，用武装色霸气征服索隆的光月玉田。赤犬认为他的战斗力已经超越大将，光月玉田的实力并未一直备受海美争议。有人说他是四皇级别，毕竟20年前差点击败年轻的凯多；也有人说他也就四皇副手级别。在白胡子海贼团就是二番队长。当年洛克斯海贼团解散后，白胡子带着手下的人来到和之国，玉田为了出海冒险与白胡子战斗，起初两人打得有来有回。当白胡子使用阵阵果实后，玉田没能抵挡住，被一拳头打飞。随后白胡子表示玉田太强大，不适合让如此强大的人可见拥有世界最强男人称号的白胡子对当年的玉田也是有所忌惮。登上白胡子的船后，玉田在大海上驰骋，经常霸占报纸的头条。后来与罗杰海贼团相遇，玉田一个人冲在前面，瞬间干掉几个小喽啰。雷利和贾巴立马站了出来，亮出手中的兵器准备阻挡光月玉田。两人是海贼王的左右手，居然想着联手出击，也是认可玉田的强大。后来玉田与贾巴大战3天3夜不分胜负，实力至少不输任何皇族。不过玉田对战罗杰可谓一招被抹，没能挡住霸王色缠绕神臂的攻击，被打飞的玉田一脸疑惑的表情，可见他并没有掌握最顶尖的霸缠攻击。罗杰抵达拉夫德鲁后解散海贼团，玉田也在雷利的护送下回到和之国，见到妻儿被大蛇将军欺负，一个人去报仇却没能攻破平整武士的防御。当时的凯多也不敢对抗玉田，用谎言争取5年的时间来提升战斗力。到了真正对战光月玉田的时候，巨龙形态的凯多也被砍伤腹部，靠着黑炭木蝉轨迹才得以复生。可见当时的凯多并不能完胜玉田。在鬼岛屋顶对战路飞的时候，凯多也认可玉田与实力对抗自己。索隆没有见过光月玉田，却被他的武装色霸气彻底征服。对战岩灾镜的时候，妖刀炎魔出来捣乱，擅自释放索隆的武装色。索隆也感叹道：光月玉田的到底有多强的霸气，才能控制住炎魔？可见在索隆看来，自己的实力相比当年的玉田还有不小的差距。得知大妈去和之国找凯多后，赤犬以武士太强大为由拒绝黄猿出差。和之国闭关锁国几百年，只有光月玉田出海展示过武士的实力，赤犬不敢让黄猿去处理和之国事件，也是认定玉田有超越大将的实力。后来赤犬派遣绿牛去和之国上海，特意叮嘱他不要去招惹路飞和武士们。如此来看，玉田的战斗力到底有没有四皇水准呢？你知道巴基掌握了哪些惊天秘密吗？远古兵器天王的下落，路飞的叔父是谁，还有洛克斯的遗物，他全部都知晓。当年巴基在罗格镇处刑路飞，被多拉格用一道闪电救下，之后就决定带着巴基海贼团的人再次进入伟大航路冒险，却在偷偷挖掘财宝的时候闯入海军营寨，被抓住关入推进层。从岛屿的形状看，很像是蜂巢岛。难道说巴基在寻找洛克斯的遗物？当年在罗杰船上当实习生，巴基就对寻找宝藏很感兴趣，准备将恶魔果实卖掉当启动资金。藏宝图却因香克斯沉入大海。后来在推进城遇到仇敌路飞，面对当年的仇敌，巴基表现得很不友好。当路飞送上约翰船长的藏宝图后，答应帮助路飞前往第6层救艾斯。因为在顶上战争的活跃表现，巴基被海军邀请成为王下七武海。为了扩充旗下雇佣兵的规模，迫不得已找克洛克达尔借钱。七武海制度被废除后，老沙带着鹰眼找巴基还钱，成立十字工会。从此也可以推断出，顶上战争完结后，巴基并没有去找约翰宝藏，亦或者巴基已经找到约翰宝藏，得到的宝贝却不是期待中的金银珠宝。巴基的战斗力虽然很弱，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传说级海贼，从小就跟着罗杰冒险，虽然没抵达拉夫德鲁，也经历过不少大事件。顶上战争完结后，路飞在雷利和盛平的陪同下回到马林范多祭奠艾斯。巴基得知此事后，并没有感到惊讶，而是对路飞的身世进行了分析。爷爷是海军英雄卡普，老爸是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雷利难道是他叔父？巴基和乌索普一样，都拥有霸王色运气，说过的话基本都能成真。成为七武海后，居然妄图当四皇，没想到一句玩笑话居然成真了。他说雷利是路飞的叔父，难道就是尾田给雷利身世埋下的伏笔吗？当年在埃特沃尔海战中，金狮子让罗杰带上远古兵器给自己当小弟，3大远古兵器已经确定2个，海王是鱼人公主，冥王停靠在和之国。从此也可以推断出，罗杰掌握的远古兵器很可能就是天王乌拉诺斯。罗杰船上有一颗巨大的蛋，说不定与远古兵器天王有很大关系。巴基从小就待在罗杰身边，如果那颗蛋就是天王，他必定会知道。还有香克斯的身世，到底是不是天龙人，巴基也应该很清楚。他与香克斯一样，都是在神之谷大战后被罗杰收养的孤儿，两人与天龙人和洛克斯有什么关系？巴基也应该从罗杰那得到过答案。为了帮助路飞成为乔伊波伊，你知道罗杰的船员有多拼吗？3人镇守东海，看护路飞成长。巴基的付出比香克斯还要大。当年罗杰抵达拉夫德鲁之后，发现自己并不能成为乔伊波伊，于是将海贼团解散，用向海军自首的方式开启大海贼时代。香克斯组建自己的团队后，一直盘踞在东海寻找橡胶果实。从福兹福手中抢到的橡胶果实，却被小时候的路飞意外吃下。听到路飞和罗杰说了一样的话，香克斯认定他会成为乔伊波伊，把草帽托付给路飞保管，并激励路飞出海成为一名大海贼。得知路飞去马林范多救艾斯，香克斯先是出动阻止凯多合进，又率领红发海贼团来到顶上战争，当着10万海军的面放走路飞。后来路飞再去对抗凯多的百兽海贼团，
香克斯又来到和之国近海，确定路飞获得胜利后，将大将绿牛赶走，才选择离开。香克斯还一直关注黑胡子的动向，也算是为路飞称王扫清障碍。从成立自己的海贼团后，巴基就一直留在东海，没有离开过。被路飞击败后，才选择去伟大航路冒险，却被关入海底监狱。巧合的是，路飞也闯入推进城，很像是巴基特意进监狱等路飞一样。随后，巴基也加入越狱小分队，陪同路飞一起去马林范多救艾斯。世界第一剑豪要干掉路飞，巴基出面救场，还敢主动攻击鹰眼。老沙将重伤的慎平和路飞抛向空中，又是巴基出来接住二人，不仅躲过了赤犬的岩浆拳头，还让黄猿的激光攻击无功而返。现在的巴基已经成为四皇，会联手路飞和香克斯一起打黑胡子。雷利一直在香波地群岛安稳度日，因为路飞不得不暴露身份，从黄猿脚下救走索隆后，还帮助暴君熊拍飞草帽团全员。顶上战争之后，雷利决定当路飞师傅，传授3种霸气的用法。现在又前往九蛇岛对抗黑胡子，保护路飞的妻子女帝汉库克。罗杰解散海贼团之后，船医克罗卡斯一直镇守在东海，多年来也解决了不少有实力的海贼，间接帮助到路飞的成长。风车村的老村长，从穿着打扮上来看，很像罗杰的船员艾利欧，都是花衬衫、花边帽，还有小胡须。也难怪卡普敢把艾斯路飞放在风车村。当年玉田回到和之国，联手暴五郎的话，有击败凯多的实力，非要等到20年后才开国。还把妖刀研磨留给索隆提升战斗力。巴雷特也算是罗杰的船员，从海底监狱离开后找到永久指针，筹办海博会让草帽团出现，就是为了把永久指针交给路飞。不过路飞并没有欣然接受，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捏碎。